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看法。好，来欢迎今天在春节期间的3位来宾。首先是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发。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勋老师。大家新年快乐，马上有钱，马上发大财呀！老师今天穿得很应景哦，好红啊！好，另外同样也是淡江大学战略所的副教授林颖佑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马到成功。好，今天因为是大年初6哦，农历马年，这个农历新春呢，祝大家马上行大运，而且呢，马上就订阅环宇全世界。当然也别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环球大战线》哈，一并请大家都能够来订阅、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么农历年过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3月了。但今年呢，上半年的重头戏呢，重中之重，大家知道就在于美中两国元首的川习会。美国媒体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Politico 呢，他们报道说，川普预计在4月份的第一周出访北京，和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来进行会晤。而目前呢，甚至还有说这个日期啊，有可能会提前到3月31号，那么川普就会先到北京。好，那么 Politico 呢更预告说，今年可能会有4场川习会，在画面上特别整理给大家，包括了4月就是川普的访中行，还有11月在深圳的 APEC 领袖峰会，12月在迈阿密的 G20， 以及呢，川普先前在2月8号预告了习近平呢，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呢，他希望能够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进行访问。而在下面看到淡江大学的教授张武岳老师呢，两岸专家他就这么的分析啊，他说川习会就是4月份要登场的川习会当中一定会谈到台湾议题，而重点呢会放在如何避免美中关系因为台美关系的强化而变得更加紧张，甚至会引爆。首先请教黄老师啊，川习会目前看来似乎没有太多的变数哈，因为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能够如期的登场。可是美中双方各自需要对方给出自己的交换条件或内容，您觉得有哪些？我们从过去外交或两岸的这个实践上来看，目前还没有讲说不会发生川习会，我们就可以假设它还会存在。对，但是我们不能乐观的假设它就会发生。随时最后一刻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大年嘛，我们先假设了，这个事情先说些好话。对，事情好像还是不会破裂的样子，也就是4月甚至3月底会进行川习会。当然，我个人是目前是比较怀疑啦，3月底进行川习会啊，因为中国大陆有他自己内政上的一些安排等等的。那当然更不用讲说，中国大陆跟美国还要针对某些关键性的议题，至少要有一定的共识，他们才会坐到会议桌上来。所以这个都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只能说，反正机会是有，我们再继续看一看。那在川习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大概5大议题是一定跑不掉的啦。我把它简称叫做台农能投关。台湾一定嘛，农产品叫中国大陆多买一点嘛，我们通常叫黄小玉嘛。第2季2500吨。对，好，再来呢，能就是能源，那中国大陆在能源这一方面，是不是要给美国一些相关的合作啊，或者是技术的这个合作等等的？当然不会是绿能，川普对这没有兴趣。啊，那投是什么？就是希望中国大陆继续投资美国。虽然说大家都觉得中国大陆经济在放缓当中，但是川普不管。觉得你有钱，你有外汇存底，拿出来啊，拿出来用啊。对，所以台农能投关，当然就是最后一定会讲到关税嘛。中国大陆现在被川普课的关税相对还是高的，那中国大陆应该也会主动希望川普撤销这些不公平的关税。前段时间哦，特别针对关税的部分哦，有在预判说今年美中双方可能还是延长休兵，有这个可能。延长休兵的意思到底是说关税就维持这么高，还是说他们会尽量想办法降低关税？这个目前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差不多啦，因为过年期间啊，中国大陆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跟美国谈这些事。但等过完农历年之后，我想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关税这一方面一定会是一个
会谈的焦点，因为你总不能说川普到了北京谈了半天，关税一点都没有动，那习近平的面子往哪里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去试探的点。您刚刚提到台农能投关，其中第一个是台啊，对，觉得台湾议题，中美双方在谈这个议题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让台海不要产生武装冲突，这是两边最高的共识。特别是像川普，有人说，他用兵了委内瑞拉，他在伊朗那边现在军队也摆在那里了，台海难道他不会吗？是，我觉得川普他真的还是奉行他自己所谓的川罗主义了。也就是说，反正美洲就是我美国人宰制的美洲。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在其他海外地方，我不觉得他真的那么想要动用直接的，不管是海空或者直接陆战的力量进去。所以委内瑞拉是因为他在美洲，那这个状况不一样。对。可除了美洲之外，我觉得川普这个思考是比较多的。那而且我们也必须看，中国大陆在很多时候对台湾的政策或对台湾的谈判，其实底线思维是很明显的。你一定不能做到什么，譬如说你不能支持2个中国、一中一台，不能支持台独，我才跟你谈。对。那像这些底线思维，还有中国大陆，我们看美国过去的官员他们出的如何跟中国人谈判，他讲中国人是讲中共这边，他们的结论就是中共一定是先给你施压，调子拉得很高，拉到后面他们要让才会让，但是他会给你很多的压力，然后找老朋友来跟你讲。说你就让一下吧，等等的，套关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中共从过去1960年、70年他们文献分析之后，美国官员结论写了书，到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都适用。所以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底线思维，是一定会对川普政府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很快讲就是说，那川普政府会做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打哈哈，我很尊敬你，你就好好处理台湾问题，只要不要打仗就好。对，我觉得大概会先这样带过去。美方应该也很清楚，说唐罗主义在美洲也许适用，不过到了亚洲会不会就捞过界了，甚至可能不能适用哈。那当然，这个在亚洲它就需要有别的这个来代理啊，包括像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日本了。4月份这个川普访中之前呢，他就先预告了，他说呢，他在3月19号这一天啊，目前是定在这一天，他说他会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哪里呢？在白宫见面啊。他就对外界讲的是说，我期待3月19号欢迎高市首相到白宫。那特别呢，日本这次我们知道，在2月8号这一天，国会就是众议院的大选改选之后呢，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呢，跟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465席当中拿到了352席。选得不错，因为呢，这个自民党本身的席次也从原本的198席大幅增加了118席到316，那已经跨越了众议院2/3多数的310席的这个门槛，可以说是取得空前的胜利。那也有人说是创下了1950年2战以来在日本国会算是空前的胜利啊。但这个空前的胜利现在让高市早苗在3月19号这一天要到白宫去跟川普见面，但大家好奇的是，两个人会谈些什么？有没有特别要确认什么事情？台湾海峡和平安定的重要性这一句话一定会放在去，而且他们一定会发生，就会公告一个叫做日美首脑会谈的一种公告。然后我们又会看到 G7的一个国家里面，除了美国跟日本，当然美国本来就要去跟中国做会谈。好，其他的国家的话，最近都会往中国跑。那这个情况会让日本的角色会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往中国跑之后的话，日本他没有办法去，或是不想去，反而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挑码。然后日本去跟川普讲，他一定会再讲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强韧的日美同盟要再确认，就确认日美关系，确认那这个不会动摇。那这个不动摇之后的话，就会让中国有一种压力出来。然后在我们又会看到说，他会谈到就是稀土的问题了。那日本的话，他在南鸟岛已经有找到稀土，也挖出来带回去了。那带回去之后的话，自己去开采，可能成本有时候过高。那他会跟美国或是其他国家会一起去来开采这个稀土。是这个是他一定会去谈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一定会讲到说，中国在一些威压上面，特别是在军事的威压上面，美国跟日本必须要怎么样去一个合作的。然后另外一个日方会担心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这一次去的话，在防卫费是不是美国的川普总统会直接跟高市首相说，你那个防卫费现在是2%，要不要拉到所谓的3.5%，或是说3.5加1.5等于是5%，会不会直接讲出来？
可能会用暗示的，可能不会暗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美国，因为日本跟美国答应的是5500亿美金，第一波已经差不多固定出来了啊，智者大臣已经去跟美国有一个商量了。还特别再跑一趟，对啊，因为第一波已经差不多谈，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所谓的火力发电啊，或是人工钻石啦，或是原有的这个输出，可能是如果谈得不错之后的话，高市自然就会去，然后我们又会看到美国一定会要求日本啊，不管你在防卫费上面是不是有真正的讲出多少出来，或者说你自己讲出多少出来，他一定会要求你的一个角色。必须要再增加你的一个角色了，这个防卫的力量你必须要再去做一个增加。那你要一些设备上面的话，你的武器兵器上面的话，你要做一些什么？然后高市应该会跟他讲，我们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书，我要做一个调整。这大概会去跟他讲的一件事。还有的话就是他们的武器输出我们看到的是5类型会废除，这也会跟美国讲。之后日本的武器可能是不是输出到什么国家，安保是输出到什么？还有他应该会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那情报的一个局官国家情报局，这个应该会跟他讲。还有他大概会跟他讲说，我们可能会再成立一个就是间谍防止法，我们台湾是翻译成反间谍法，但是他们讲间谍防治法，那只是说防止，但是我没有说要去反这些东西，特别是他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应该会讲出，就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这句话应该都会放上去的。老师刚刚讲安保的部分，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就是日本在高师大胜之后可能要面临到的就是修宪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刚刚提到有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呢，在这个赴美投资的部分因为前段时间已经看到川普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就是说你承诺要来赴美投资，可是呢时间怎么感觉上一直在给我拖延这部分恐怕也是高市在见川普的时候呢，也许会面临到的一个压力。好，那《金融时报》就是2月份也曾经报道说，川普政府呢现在有压力的不只是日本，台湾也是。继2025年底公布创纪录的对台军售是111亿美元，那折合台币大概是3000亿左右。这个军售案之后呢，又在为台湾汇整包含爱国者飞弹 NASAMS 地对空飞弹系列的新一波军售规划，规模高达200亿美元折合台币是6000亿，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9000亿台币左右。那《金融时报》也报道说，中方对于这项新规划的军售案表达了严重关切，而且已经告知美国，这个军售有可能会让川普4月份访中行出现变化。但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中方只是在虚张声势，并不会真的取消这个川普的行程访中之行当然，这个刚刚黄老师讲说，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很难说它会举行还是会被取消。可是怎么看这件事情？这真的会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吗？我个人会认为军售它不会是最大的变数。当然说，你说这川普他要去这个访中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也很难说，有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军售不会是最大，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在这个访中之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高市早苗跟着去美国嘛，这个高川会，或者是我们必须说，不是说讲高川会就不好听，应该说这一个美日的一个峰会，应该又会在这边先会举行。那在美日峰会的时候，应该美国会对第一岛链或者是印太这一块的局势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定调，因为其实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它在第一岛链在亚太这一边最重要的盟友就是日本那你说这一个军售，为什么我会比较大胆的去说军售应该就算有变化也不会是军售？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武器其实没有去踩到中国的一个红线。我们想上一次为什么在这个去年2025年12月的时候，那一次中国要用这个正义使命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来去回应美国的军售，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马式出售，海马式是可以直接从台湾的一个本岛打击到福建沿海的武器，已经不单是防御而已，对，它不是一个防御性武器。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它这一次主要的这一个军售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跟这 NASA 的地对空飞弹的一个系统，它或许有一些新的整合效果，但是不是第一次卖给台湾。同样的，它是防御性的武器，它其实是一个反飞弹防御系统也好，或者是防空系统也好，它是一个防卫型的武器。总而言之，就美国来讲，它没有去踩到中国这一块的一个红线，还没有到红线。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今天倒不能说中国在虚张声势，中国是它一定要对美国对台军售进行一个反应。
所以他其实会自然会去把这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一个川习会哦，他一定会把这一个议题这一个想定先在这个时候去抛出来，去让美国去警告美国。那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一个美台军售最大的问题，倒不完全是美国要不要卖，对，而是台湾现在这一边关于国防预算或相关的议题。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这一次的一个美国对台军售，我个人会认为倒不会影响到川普访中的一个行程。林老师，简单请教你哈，也有人说这个军售还是一样军售，但是呢，在交付的时间上面，美方会保留一个很大的空间跟弹性啊。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一边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自身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能量的问题，它倒不是说是因为说要在这一个交付台湾，所以要跟中国啦等等有一个中间的谈判，或者中间有一个缓冲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现在美国在制造武器上面，其实已经是有落后的一个状况。OK， 等一下回来节目呢，我们要特别来看的就是在日本这个部分。刚刚特别提到了，在高市早苗大胜之后，现在他等于说是完全执政了。但完全执政之后，接下来的下一步会是修宪嘛？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